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双方都没有台阶下，关税一直加，那加上去到底会对对手造成致命的打击吗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。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关税大战到目前为止，就像在玩丹麦的乐高积木一样呢，不断的在加码。那么最后呢，要看谁倒下来。今天要把这个整个关税的冲击的后续的效应呢，来跟大家完整做一个沙盘推演。那么大家要了解，关税它是一种武器，按照巴菲特来讲，是一种准战争的行为。那么在这一次呢，川普把关税奉为圭臬，他最后呢是对中国展开严厉的关税的调升。我们看到在4月9号的时候呢，川普突然在他的推特呢，他写了一条，他叫大家强力买进。一个总统这个时候叫大家勇于买进，有一些内线交易的嫌疑。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要来抽奖喽！活动期间只要订阅财讯频道并留言震惊大小事财讯不漏接，就有机会获得一箱50周年的纪念乖乖。我们会提供会员7箱，非会员3箱。详细的活动办法会在简介栏中说明。快加入频道会员，说不定幸运得主就是你喽！我们看到当天美国的道琼指数呢大涨2962点，台股呢在连续重挫3天之后呢，台股全面大涨的一个走势。先前大家卖不掉，那么4月10号那一天呢，突然之间呢又买不到，这个巨大的变化就双方互相加码，然后呢快速的一个演变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对习近平来讲，他如果蹲下来的话呢，他在中国的领导威信会受到很大的挑战，所以中国当然奉陪到底啊。这个奉陪到底4个字呢，就以牙还牙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双方都没有台阶下。首先我们要来看关税一直加，那加上去到底会对对手造成致命的打击吗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。那么大家回头看一下，在这个回合当中啊，川普的关税当然对全世界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心理上的冲击，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，关税不是高就能够产生毁灭的杀伤力。关税过了50%以后，其实它的效益啊已经越来越递减了，所以到50%以后呢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影响。你到100%、个200%、300%或1000%。其实越喊越高啊，它完全可以置之不理，因为啊，双方的贸易呢，在高关税之下呢，已经没有互通有无的可能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关税会走到尽头，所以这是关税的极限。川普拿起了关税大刀，以为用关税可以折回的，其实过了一个临界点，它会减损它的效益，这是关税的极限。所以这个大家了解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如果回头看台湾早期在课关税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税税率非常高，但是呢，海关收到的税都不多，因为啊，大家都透过走私呢去避掉了。后来台湾一直把关税降到10%以下的时候呢，大家后来发现了收到的关税呢远远比50%啊要多很多啊，所以这个也告诉大家，关税到超过人体极限以后呢，其实它会产生另外的副作用，因为走私的利益呢远远高过这个正常缴纳关税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如果川普对台积电课100%的关税，最后呢，你很可能很多人啊拿着手提箱呢走私晶片啊。当双方互殴啊，把这个关税拉到无限大的状态的之下呢，川普拿箭乱射，那么射到最后呢，我相信就像堆乐高积木一般的，最后会垮下来，所有一切的都会重来哦。但是这个重来，我相信对世界它会带来更巨大的演变的效果，所以我们要稍微回来看一下，美国到底占便宜还是美国站在相对比较不利的位置？大家一定要了解。一方面，它用关税恐吓人，但是呢，美国现在所面对的，它在股市、债市或在汇市呢，美国都呈现三杀的局面。第一个呢，现在的美元跟美债啊，都开始摇摇欲坠了。那么这个回合当中，我们看到4月中旬，美元指数啊，它已经暴跌到100点左右了。那么大家要高度关注，也就是过去呢，在这100年当中啊，美元是世界上独强的货币，也就是美元的霸权。美元霸权为什么能够维持呢？因为美国可以印钞票，而美国人消费，呢，它也创造非常多的生产基地，所以不管台湾也好，不管中国或是东协的国家，每一个国家呢都对美国留下
很大的贸易的顺差，创造美国的顺差，一定要使用美元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呢，它可以抗拒得了美元啊。现在呢，川普回过头来告诉你，你对美国顺差是有罪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把顺差呢要吐出来。吐出来之后呢，如果你的贸易顺差没有了，你就没有办法收到美元，你也没有能力再买美债，所以美债的支持度相对会大受影响。川普希望把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降到4以下。或到3，他最高兴，因为美国财政支出36兆，而且美国的债券国债在未来3个月呢，可能有3兆美元以上。国债面临清偿的压力的时候呢，如果债券殖利率过高，美国承担的利息它会吃不消。但是呢，川普现在所面对的债券殖利率呢，不但没有下降，而且呢快速飙高。那么最重要，你看到10年债到4.501了，那么30年债一度到5.006。这个到5.06呢，大家要特别注意的，这个美国公债的持有者外国人呢，总共有8兆5265亿美元，而中国呢一度最高1.319兆，现在呢中国降到7608亿了。那这个中国一直在卖美债，中国卖美债呢，也让美债在市场上少掉一个比较大的支撑力，所以大家都在减码，这是中国对美债的相对的一个幅度，它一路这样下降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呢，大家都不买美债，美国的债信会出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你看到美元的走贬，债券殖利率飙高，然后呢，股票市场最严重，也就是美国的股市在下滑。那美股下跌之后呢，大家看到科技七雄在川普上任前后少掉7兆4100亿。单苹果呢少了1兆6670亿，微软少了9150亿，特斯拉呢少了8832亿。美国有很多大企业呢，它其实主要的市场在中国。当中国不再使用你的产品的时候呢，这一些公司首当其冲。所以从苹果开始，我们看到现在最惨烈的叫 Nike 的股价呢，从172块半，这次跌到52.66，这个是惨况无比。中国帮美国代工的手机、鞋子，甚至到星巴克、到辉达跟 AMD 呢，其实都受到非常巨大的影响。如果大家比较一下，在美国的道琼指数的下跌，来跟上海的 A 股34%对等关税只下跌1天，后面其实都稳住了。香港的恒生指数呢，又回到20600点以上的沪深300，相对的强势。但是跟美国友好的同盟呢，台股最惨掉到17392点，而日经指数呢，最惨跌到30179。在川普祭出高关税之后呢，受伤的看起来美国是比较严重，所以在这一局当中，川普如何重新整顿他的队伍，我相信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了。第一个呢，在不断的漫天喊价的高关税呢，这个其实已经没有一点好处了，也就是说大家互相拿刀乱砍，其实两败俱伤。那么对中国来讲，它的产品可能卖不到美国，而对美国来讲，它面临比较大的物价的上涨，这个通膨的压力呢，一定会立竿见影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也看到，川普希望让制造业呢回流美国，但是这一张是一个很大的讽刺。川普在做鞋子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制造业回到美国的路上呢，它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。美国人不愿意进工厂，尤其呢，美国人的强项并不在制造。这个回合当中，我们也看到，川普对很多产业他的熟悉度呢没有那么高。第一个呢，他说强迫苹果呢把手机制造呢全部搬回美国，然后呢，他全部改用这个机器人来生产。这个讲容易，但是呢，做起来很困难，因为制造当中有很多的手工，它跟自动化还没有办法高度连接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这个讲是归讲但是呢，要做的话一定有很大的困难。同时呢，他也说台积电要到美国投资，要么就扣100%的关税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回合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川普有一些盲点，他认为台积电应该把工厂全部搬到美国，但是呢，你可以想象到美国人叫他晚上加班，他绝对没有办法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台积电的生产最重要的基地还会是在台湾。但是川普不断的给台积电制造麻烦。其实川普如果他的目标是对准中国，他应该好好把台湾当成他最珍贵的伙伴。这个时候呢，川普这种无差别待遇的攻击，也对很多产业造成非常巨大的摧毁的效果。其实对美国它更加不利，所以每一个国家其实大家都在找新的立足的空间。所以
这个一个笑话。现在习近平在研读川普学，那么大家可以知道，中国在这个回合当中啊，其实他研究川普已经很久了，所以川普的强项弱项啊，我看中国都很清楚。所以在关税大刀出来之后呢，中国在第一时间呢，它有6个重大的回应。第一个呢，加征美国的大豆、高粱的农产品的关税；第二个呢，禁止美国的鸡肉啊、牲畜的肉品；第三个，暂停中美芬太尼的合作；第四个呢，服贸领域的反制啊加强哈。那第5项是禁止美国的电影，同时呢，调查在美国知识产权的使用，这个都是在反制美国的措施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最近川普不断的耍夹弯，喊话习近平，大家都各有痛处。这个痛处当中啊，中国现在叫烘焙到底，它有6项哦，所以这个6项，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看到，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崩溃。换句话说，到50%以上的关税呢，出口已经没有什么力道了。但是呢，中国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对付。现在双方互相捏脖子，那么现在要看谁先松手。在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最近转发毛泽东的影片，他说要打到完全胜利啊，那这个也是对川普来讲要面对的更大的挑战。在美国股市大跌的当下呢，川普一定会面对美国的金主对他的抗议，所以现在美国有非常多的金主对他发表非常不利的评论。同时呢，美国的抗争啊风起云涌，也告诉大家，川普用他强力的手段为所欲为，也会为他自己的执政呢带来非常巨大的负面的效果。像新加坡银行他在讲，他说美国的信誉啊恐怕难以恢复，国债信心啊会动摇，关税政策呢其实会让大家重新思考跟美国的信赖的关系。同时呢，这个是瑞达利奥他讲，川普的政策远远超过关税本身，有5大力量在角力。那这个角力其实到最后大家看到，现在有非常多负面的。这个是历史的终结的作者，他说川普的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决定。任何具备基本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贸易失衡跟国家竞争力啊并没有直接关联。这一种误解暴露了这一切政府对全球经济运作机制的无知。那我们也看到债券大王格罗斯呢，他说愿意持有朝夕令改的股市跟债市，这个是大家难以想象。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，川普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困难。同时呢，中国其实啊准备很久。这个重拳挥下去的话呢，没有打倒中国，反而给中国制造再度崛起的机会。所以美国不一定再伟大，但是中国有开始准备伟大的这种迹象。如果川普的关税不调整，我相信对这个世界也会带来非常巨大的重击。我们也看到，在赖总统投书彭博资讯呢，愿意加大对美国的投资，同时啊，要加强对美国的采购，所有善意啊都做了。那么台湾现在面对非常多的挑战。我们也看到国资会部长在讲，汽车关税可能影响几百万人的生意。在这一局当中啊，台湾难以回避关税冲击。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当关税双方已经站到避无可避，然后呢也没有回旋空间的情况之下呢，我相信到最后呢，可能峰回路转，也就是类似像4月10号，川普告诉大家，75个国家呢关税豁免90天。这样的情况呢，随时可能在我们身边上演。所以，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，这一种变化呢，瞬息万变。现在整个世界呢，变化的速度、脚步都加快了。现在很多人没有避险，跑到黄金去了。但是呢，我相信台湾的股票呢，有更多有价值的标的呢，等着大家针对基本面好好研究，找到好的股票呢来投资。我想这是在面对川普时代呢，应该有的一个心理准备。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。下周同一时间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